我的小伙伴认识的人里有没有觉得可能患上了焦虑症但又不确定的人呢？焦虑没有表面上明显的迹象，比如坐立不安或呼吸不稳定。不同类型的焦虑有不同的耐受性或隐蔽能力。这支影片我们就来说说焦虑症的那些看不见的迹象，以便了解到的大家可以有机会帮到那些可能因为太尴尬或害怕而不敢直接寻求帮助的人。我们都知道，光鲜的外表下面可以隐藏很多东西，那么就让我们揭开现象看本质，来说说那些隐藏的焦虑迹象。一、易怒和愤怒。焦虑的人往往会感到烦躁，然后会升级为愤怒的表达。在外人看来，这个人可能看起来喜怒无常或脾气暴躁，有时没有明显的理由。这通常来自暗自焦虑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看不到的担忧由量变到质变。当忧虑开始被解读为威胁时，这种情绪就会转变为愤怒。焦虑能极大提高并夸大即使是最不起眼的小事。愤怒的爆发很可能是焦虑的人释放出的一种保护性反应。二、过于认真。这个问题很棘手，故意被淡化或忽略，因为与一个一丝不苟、准备充分的人为伍，都会受益匪浅。过于认真的人会提前赴约，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工作，而且穿着得体，发型完美。事实上，他们会工作完成得很有效率，还会有时间去帮助别人。听起来是不是很棒？等等，别这么急着下结论，看看这些状况的异常程度。当然，把这些看作理所当然很容易，一想到，好吧，如果他们能做到，为什么不顺着他们呢？但在开心地跳过考虑，直接去收获他们辛勤工作的回报之前，想想一下实际发生了什么。公司倾向于利用这些症状，从而增加更多的工作和期望。不幸的是，这对患有焦虑症的人来说有点可怕。他们仍然是人，因此他们仍然具有同样的人类极限。他们采取的所有这些额外措施，只是想让自己快速被耗尽或崩溃。他们可能让自己承担过多的工作，来掩饰对失败的恐惧和紧张的情绪，还可能试图达到对自己不合理的期望，在各个方面过度补偿，以缓解他们的失败恐惧症。然而，这是不可持续的。三、无休止的批评。基于前一点，过分尽责的后果是焦虑症患者的内心批判，而且是很吵、持续不断的批判。这是一个真正的朝阳大妈。焦虑的人不仅会对自己，也会对他们周围的人严厉批评，导致人家远离自己，带来更多焦虑。然后就可以看到，焦虑是如何成功的推到多米诺骨牌，而其实不过是小题大做。患者看到周围的许多事情是可怕的或错误的，就像他们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一样。他们相信自己的言行会导致失败、拒绝、可怕的事情等等。无休止的对如果之类的担心会让他们陷入夸张的恐惧，而过度的自我批评则是他们通往安全的唯一绳索。为了增加安全感或掌控感，他们可能会开始试图通过对朋友和家人吹毛求疵来掌控环境。四、相互依赖。这种恐惧源于对失败、失望或被别人拒绝的恐惧。恐惧是一种如此不稳定的力量，以至于患者总是认为自己会突然被抛弃。为了减轻这种恐惧，他们会更加紧紧地抓住所爱的人，他们也可能盲目的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忠于对方。这种相互依赖的趋势可以通过两个人频繁的通电话、不断的检查表现出来，没有任何原因，只是想知道。患者甚至可能不和所爱的人一起，就拒绝离开他们的家，因为太害怕失去爱人了。五、异常的超额或过少的社交日程。这是从社交忙碌的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转变，取决于更大的失去朋友的恐惧，或者其他的自我导向恐惧症。对失去朋友的恐惧通常表现为社交日程安排超额，患者的思想和感觉一致，不能拒绝任何人、任何事，因为如果拒绝，他们就会被抛弃或拒绝。如果更严重，压倒性的恐惧，就像在公共场合被困在特定的空间，或其他可能随着社交而增加的事情，使自己尴尬，把患者的时间表变成了一片贫瘠的荒地。也要记住，尽管这听起来有些合理，但恐惧来自一种扭曲的感知。在公共场合出状况，可能没有人注意到，但焦虑的人会觉得别人永远都在羞辱自己。六、
烦躁不安的肢体语言。这是在当下可以被观察到的肢体动作。焦虑会让人更焦躁不安，因为他们已经非常在意自己的长相，别人怎么看他们等等。神经能量想必已经消失，所以神经能量以微妙的烦躁的动作和手势泄露出来，比如躲闪或回避眼神接触、掰指关节、咬嘴唇、玩弄头发或衣服，甚至是没完没了的闲聊。这些身体语言对不安的反应可以变成习惯性的，比如不断寻找一些可以占据他们大脑的东西，像刷社交媒体、翻屏幕或玩手机游戏。如果社交会导致焦虑，那么也会出现孤立的习惯，比如在公共场合戴耳机，这样就不会显得冷漠或故意这样做，他们可能只是焦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焦虑症是复杂和多样的，不同类型的焦虑症状可能相似，但不完全相同，所处的程度也不同。尽管如此，大多数人经历的焦虑都在正常范围内，所以不会因为一个特定的事件而焦虑，比如考试或演讲，这不是一种障碍。当焦虑超出正常范围，并在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造成临床显著痛苦或损害时，就是焦虑症。然而，这两种情况都很难辨别，唯一能出明确诊断的人是医生，他们也是最有能力提供帮助的人，或者至少能引导患者获得适当的帮助。所以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你觉得这支影片有用吗？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希望这支影片能帮助大家平复紧张。如果有效，希望得到您的反馈。与此同时，记得评论、点赞和分享啊！下支影片再见。